各位曲博科技教室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曲博。讲到极紫外光 EUV， 大家一定会想到荷兰的艾斯摩尔公司。但是各位知道吗？在极紫外光的设备里面最关键的光学元件其实都是德国的蔡司公司提供。换句话说，没有蔡司公司的光学技术，就没有艾斯摩尔成功的极紫外光设备。那么蔡司公司除了提供极紫外光里面关键的光学元件设备之外，还提供哪些半导体的制程跟检测设备呢？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谈谈这个题目。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探索未知领域，突破科学极限，蔡司如何让半导体设备超越世界。首先我们和大家谈谈为什么人工智慧晶片的制造难度日益提高，再来我们介绍当结构已经看不见该如何进行控制，再来我们谈谈蔡司如何参与半导体制造，以及每一颗晶片都从一份蓝图开始，再来我们和大家谈谈如何在缺陷演变为失效之前及早将其找出，再来我们介绍如何理解失效发生的真正原因，最后我们和大家谈谈蔡司如何让半导体设备超越世界。首先大家可能会好奇，为什么人工智慧晶片的制造难度日益提高？到底是什么让今日的晶片和过去的晶片产生根本性的差异？首先就是人工智慧和高效能运算持续的提升效能的要求，而且更大的运算力需要电晶体更微细的结构尺寸，也就是先进制程，再加上立体晶片架构以及先进封装，解决先进制程的极限，最后造成现代的晶片运算能力持续提升，同时制造和制程控制的复杂度也大幅的增加。半导体产业在过去这半个世纪持续的大幅成长，特别是人工智慧成为推动半导体产业重要的推手。从1990年代个人电脑的市场大幅的成长，半导体的产值大约500亿美元，到2002年智慧型手机市场大幅成长，使得产值达到1410亿美元，再到2018年机器学习产生大量的资料数据，使得半导体的产值达到4660亿美元，未来到2030年半导体的产值将会大幅成长到1.3兆美元。在这个过程中总共经历了4个不同的时代，第一个时代是大型主机的时代，成长到第二个时代是个人电脑和网际网络的时代，再成长到第3个时代是行动通讯的时代，最后成长到第4个时代是人工智慧的时代。而人工智慧的时代将是运算需求最大的时代，而且整个半导体产业发展到结构已经看不见该要如何进行控制，也就是当前的半导体产业面临最大的制造挑战是什么？首先，先进制程元件的尺寸微缩，造成隐藏的结构和缺陷越来越多，而且不断缩小的制程会造成误差的容许度越来越严格，再加上日益复杂的制造流程需要更多的检测技术，因此随着结构尺寸持续微缩，架构日益复杂，制造商需要更可靠的方法来侦测量测，并且理解那些已经无法直接观察的结构和缺陷。大家都知道，半导体先进制程的演进，从20奈米以上的制程节点使用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电晶体 MOSFET， 发展到20奈米以下的制程节点使用骑士场效电晶体 FinFET， 再发展到3奈米以下的制程节点使用环绕杂极场效电晶体 GAA-FET。 电晶体的尺寸越来越小，复杂度越来越高，当电子通道从垂直的平板状结构变成水平的平板状结构，半导体的制程变得更复杂，特别是环绕杂极场效电晶体的制作必须先成长一层一层的累晶薄膜，再将电子通道下方的累晶薄膜掏空，并且填入黄色的氧化层和绿色的金属。骑士场效电晶体为了提高良率，在制作的过程中必须常常使用光学检测或电子显微镜检测每一层结构是否完成，而环绕杂极场效电晶体在制作的过程中很难使用光学检测或电子显微镜检测观察内部的结构是不是制作的完美，因此很难提高制程良率。同样的，在台积电的晶片堆叠晶圆堆叠载板 CoWoS 封装，最上面的处理器和两旁的高频宽记忆体
堆叠在矽中介板上，再堆叠到导线载板上。针对先进封装，我们也很难从外面去观察到晶片内部封装的结构是不是完整，因此我们需要先进的检测设备。那么蔡司如何参与半导体制造呢？如何超越单一制程，为整体的半导体制造提供技术资源？这里面包括微影技术，以及光照的制程控制，还有检测和量测技术、失效分析。因此蔡司的技术涵盖半导体制造的关键环节，从产品和制程开发一路延伸到高量产。特别是先进制程所使用的极紫外光设备里面用到许多的光学元件，是启动下一代先进制程的发展最重要的技术。大家看到的这个就是极紫外光设备的光学元件，包括半导体制造光学元件，主要用于光学微影以及光照的解决方案，适用于大批量晶圆生产的解决方案。右边这个图是先进半导体制造的光学系统，包括微影的光学系统、反射镜组和晶圆承载盘，以及晶圆检测和微影用的雷射光学系统、量测设备和零组件，以及同步光学系统和光学收集系统。此外，蔡司提供光照的解决方案，包括光照的量测、光照的校正、光照的修复、光照的验证以及自动化应用。特别是极紫外光这种未来的新光源所使用到的光学系统，是经过了30年的研发，超过1200个合作伙伴，超过2000个专利。而目前极紫外光系统已经进展到下一代的高速值孔径极紫外光，它的光学系统接收光线的入射角范围越来越大，所能够解析和呈现的细微结构就越来越精细，而决定光学系统角度涵盖范围的关键参数就称为数值孔径 NA。 相较于传统的极紫外光微影系统，数值孔径 0.33， 下一代的高数值孔径极紫外光，它的数值孔径 0.55， 具备更大的开口角度，因此能够进一步提升微影的解析度，支援更先进的半导体制程节点。而蔡司提供了全世界最精确的反射镜面，在极紫外光系统里面的反射镜表面是由超过100层的细和钼的多层薄膜交替堆叠而成，每一层的厚度只有相当于数个原子层形成的布拉格反射镜，可以反射高达 70% 的极紫外光，达到世界领先的反射效率。而且反射镜表面必须达到次原子尺度的超高精确度，必须拥有极高的精密量测以及表面控制能力。同时蔡司建立了真空环境下的先进量测技术，这是一个150吨级的极致精密工程。高数值孔径极紫外光技术所使用的反射镜量测系统，是蔡司迄今为止打造最复杂的精密量测设备。这一套系统必须在高真空的环境下运作，因此蔡司必须建造出庞大的真空系统来满足光学元件对极致精度的要求，使得这项突破性的量测技术得以实现。而每一颗晶片都是从一份蓝图开始。为什么极紫外光的检测让光照可靠度可以进一步提升？蔡司的半导体光照解决方案包括光照量测、校正、修复和光照的验证，因为每一颗晶片都是始于一片光照，而每一个成功的量产制程都是始于对这片光照的高度信心和可靠度验证。那么晶圆制造商是如何在光照正式投入量产之前确认它的功能正确，可以将电路图形转移到矽晶圆上呢？因此蔡司提供光照缺陷修复和校正相关的技术，包括光照定位量测 Proof、 光照的校正 Fortune、 硬缺陷与软缺陷修复的 Merit PRT 以及光照验证 EMS。 另外可以检测修复前的光照缺陷，利用蔡司的 Merit 截取影像显示图案中的缺陷，而蔡司的 EMS 光场分布影像可以显示如何转化成光照上面的晶圆曝光结果。所以左边这个图案就是光照修复前的缺陷，而右边这个图案就是 EMS 光场分布影像可以显示转化成光照上晶圆曝光的结果。经由修复后的光照缺陷，利用蔡司 Merit 透过聚焦电子束结合气体辅助资源，可以进行可靠的光照修复和缺陷校正，再使用蔡司的 EMS 验证修复后的光照品质。因此使用 Merit 透过聚焦电子束结合气体辅助资源，可以
修复光罩，再利用 EMS验证修复后的光罩品质。极紫外光系统主要有极紫外光的雷射光源发出极紫外光之后，经过反射镜反射，再经由反射式的光罩将我们所需要的图形反射之后，再经由反射镜反射投影在晶圆表面。因为极紫外光会被空气吸收，也会被石英吸收，因此极紫外光必须在真空系统中，而且所有的透镜都必须改用反射镜。其中极紫外光雷射光源透过中间焦点发射出来这一系列的反射镜称为照明光学系统，反射到光罩之后，将图形反射回投影光学系统，最后投影在晶圆表面。蔡司提供高精度的光学元件，包含2个功能模组，左边这个是投影光学系统，里面含有超过4万个单独的元件，大约12吨重。右边这个是照明光学系统，具有超过25000个独立的元件，大约6吨重。从这一张图可以看出，蔡司提供的光学系统是极紫外光曝光机里面最关键的设备。另外，蔡司的 EMS EUV 设备是高树脂孔径世代的光罩成像验证平台。极紫外光的光罩在使用之前，必须利用验证平台来验证光罩成像的正确性，所以这一台设备开启了感光性的光罩验证新纪元，提供全面的模拟功能，精准模拟高树脂孔径 High-NA 的成像物理效应，而且单一平台可以支援低树脂孔径 Low-NA 和高树脂孔径 High-NA 的光罩验证，让光罩检测的产能提升3倍，同时支援非等向的缩放、先进光照量测以及数位柔性插图，进行数位化模拟各种先进曝光模式和制程情境。右边这一台就是蔡司的 EMS EUV 高树脂孔径光照成像验证平台。当我们设计光罩之后，可以利用这个平台得到模拟影像来验证最后制作的图形结构和我们所设计的相同。右边这个就是实际制作在矽晶圆上的扫描式电子显微镜照片。那么如何在缺陷演变成失效之前及早把它找出来呢？当晶片的结构已经无法透过传统的方法进行检验该怎么办？因此蔡司提供半导体晶圆制造解决方案，里面呢包含检测和制程的控制，半导体前段到后段制程，也就是电晶体的制程和多层导线的制程，乃至于先进封装制程可能发生的晶圆翘曲检测和修复技术 DUNE， 另外还有先进封装 3D 架构隐藏缺陷和先进检测技术 NLX。 总之，现代的半导体制程需要全新的检测方法，才能够在隐藏缺陷影响良率和效能之前，及早将这些缺陷侦测出来。因此，蔡司的半导体晶圆制造解决方案包括隐藏缺陷与先进检测技术 NLX， 适用在先进封装的 Inline 3D X-ray 检测，也就是利用 X 光穿透封装的外部看到里面的结构，可以提供跨越晶圆边缘的一致性 3D 成像和分析，专为线上整合和高通量的检测设计，因此可以在生产线上快速进行检测，而且可以针对特定区域的 X-Guard 辐射控制，限制辐射的剂量。右边这一台就是 NLX 隐藏缺陷和先进检测设备，针对先进封装结构的 3D 量测技术，可以看到垂直堆叠之后的影像，包括晶片和晶片之间的焊锡凸块尺寸是否正确，以及互联结构和界面的 3D 缺陷检测，也就是垂直堆叠晶片之间的缺陷检测。此外，蔡司提供晶圆翘曲检测与修复技术 DUNE， 可以进行先进半导体制造的全域晶圆形状控制，晶圆形状的校正范围可以延伸到晶圆的边缘，针对每片晶圆进行翘曲优化。我们知道在先进封装的时候，晶圆减薄可能会造成翘曲，因此必须进行优化。整合式晶圆表面的形状量测可以应用的领域涵盖前段制程、后段制程和先进封装，包括 3D 的记忆体
还有逻辑晶片、先进封装和晶圆结合，以及其他晶圆甚至面板的应用，例如影像感测器、功率元件，甚至其他 2D、3D 机体电路相关的封装技术。右边这一台就是 DUNE 晶圆翘区检测与修复设备。那么我们如何理解失效发生的真正原因呢？如何定位隔离辨识半导体晶片内的物理性或者电性的缺陷？这个就必须进行根本原因分析 RCA， 例如使用 3D X 光显微镜交叉光束雷射聚焦离子束这一种分析方法，进行晶粒层级的失效分析以及晶圆层级的失效分析，透过高品质的影像和截面分析，结合人工智慧的关联式分析整个工作流程，并且深入到奈米的尺度，就可以快速的取得关键的结果，并且缩短分析取得的时间。因此蔡司提供 3D X 光显微镜，针对完整封装进行高解析度的成像，这是一种非破坏性的检测，可以观察埋藏在内部的缺陷，不需要破坏封装，因为使用 X 光穿透封装外壳，可以分析内部隐藏的缺陷，而且无缝整合标准失效分析，直接融入现有的封装失效分析流程。这是使用业界顶尖的影像品质，提供高品质高解析度的 3D 成像能力，并且使用独特的远距解析度技术，针对先进封装进行高解析度的成像，包括细中介板、细穿孔堆叠的晶片，以及覆晶使用的微凸块等结构，也就是右边这一台设备。同时蔡司提供 Cross-Beam 雷射交叉光束雷射，使用雷射整合聚焦离子束扫描式电子显微镜，利用雷射快速的切削样品的表面，再使用聚焦离子束微小的切削样品的表面，就可以加速封装失效分析的分析结果，快速到达目标的区域，可以分析封装内部隐藏的结构和缺陷，而且使用雷射切削的方式，可以大幅缩短聚焦离子束的作业时间，相较于传统的设备，截面制作的速度可以提升 200%， 而且具有优异的样品品质跟最高等级的成像效能，兼顾高品质样品的制备，还有高解析度的影像分析。用这样的技术也可以进行先进穿透式电子显微镜 TEM 的样品制备，可以快速洗消穿透封装和堆叠晶粒的结构，而且可以广泛的应用在各种材料，包括碳化系和玻璃这些先进封装材料，也就是右边这一台设备。另外蔡司也推出 Gemini 场发射扫描式电子显微镜，针对完整封装进行高解析度的成像，这是一种无浸润式的光学系统，避免对电子特性量测造成干扰，可以进行元件电性和结构的同步分析。同时它属于超低电压高解析度的成像，适用在对电子束敏感的先进制程，可以降低电子束对样品造成的影响，进行大范围无失真的视野，还有极高画素解析度，可以分析大尺寸的电路结构，并且精确的监控探针的弱点。同时经过验证的稳定性和效能，可以支援5奈米以下的先进制程节点，以及后续更先进的技术世代，也就是右边这一台设备。那么利用 3D X 光显微镜检测的实际案例，包括记忆体和逻辑晶片的互联密度持续的增加，从传统封装到覆晶封装，到散出型封装、2.5D 封装，甚至混合键合技术，先进封装的互联密度不断的增加，而且一直整合的连线在 2.5D 封装里面应用越来越广泛。这一张图里面呢，包含印刷电路板、导线载板、细中介板，其中记忆体使用 3D 封装，微凸块大概10到40微米，处理器的微凸块小于5微米，而处理器和记忆体使用细中介板互相连线，同柱大约20到80微米，最后连接到导线载板上，再经由外部金属球尺寸大约400到800微米连接到印刷电路板上，而细中介板经由覆晶涂块尺寸大约40到250微米连接到导线载板上，再连接外部金属球尺寸大约400到800微米，这样的封装称为球格阵列 BGA， 最后连接到印刷电路板上。利用蔡司的 3D X 光显微镜检测，可以看到不同尺寸下面的微凸块、混合键合以及覆晶涂块。此外使用雷射整合式聚焦离子束扫描式电子显微镜，可以将样品表面切削，观察我们想要看到深度的影像。
从宏观的角度，对于应用和样品的多样性很重要；从微观的角度，对于奈米级的分析也很重要。使用加聚焦离子束适合应用在奈米等级的样品表面洗消，从3奈米到100奈米到100微米，但是不适合应用在宏观微米等级的样品表面洗消。而使用电浆聚焦离子束适合应用在100奈米到200微米的样品表面洗消，却不适合应用在奈米等级或者微米等级的样品表面洗消。只有使用蔡司提供的雷射整合聚焦离子束适合应用在奈米等级一直到微米等级所有范围的样品表面洗消，因为使用雷射可以快速的将样品表面大量的体积进行洗消，不需要中断。同时使用聚焦离子束就可以高解析度的快速将样品表面研磨移除。传统的设备必须使用雷射剥离再加上电浆聚焦离子束处理样片，需要3个小时10分钟，而使用雷射整合式的聚焦离子束可以利用雷射剥离，再利用聚焦离子束抛光样品表面，将整个试片处理的时间缩短到1个小时25分钟。右边这个图就是使用交叉光束雷射移除样品表面所拍摄的扫描式电子显微镜照片。此外，蔡司也提供线上的制程控制设备，蔡司 3D 量测和检测解决方案可以结合高解析度的成像和逐层剥离的技术，再加上强大的资料处理能力，提供领先业界的 3D 成像和重建。左边这个照片是内杂型快闪记忆体的 3D 成像和重建，可以精确量测所有相关的结构参数。右边这个图是动态随机存取记忆体 DRAM 的元件，这是市场上唯一可以完整重建电容单元，也就是深沟槽电容和主动区域的解决方案。另外，蔡司的设备也可以进行晶片特性和失效分析，在1000伏特下5奈米的静态随机存取记忆体可以进行被动电压对比成像，也就是左边这个图。另外，在80伏特下，针对7奈米的静态随机存取记忆体可以进行成像和探针定位，也就是第2个图，可以利用奈米级的探针施压在电晶体的特定位置，来针对静态随机存取记忆体进行量测，也可以对5奈米的静态随机存取记忆体断层扫描资料进行 3D 视觉化，也就是这个图所呈现的结果，甚至是全自动的穿透式电子显微镜 TEM 薄片的制备，包括取出、转移和剪薄，进行样品薄片制备，也就是这一张照片显示的样品。另外，蔡司的设备可以提供封装开发和故障分析，使用次微米解析度来进行智慧型手机电路板的非破坏性 3D X 光显微镜检测，或使用雷射整合聚焦离子束扫描式电子显微镜针对 2.5D 封装中深埋的微凸块来进行检测，或是使用无失真大视野成像的 2.5D 封装里面观察微凸块还有导线重布层的结构。另外，蔡司针对表面粘贴元件和系统整合也提供相关的解决方案，包括表面粘贴被动元件的扫描式电子显微镜检测，以及使用蔡司的 Visioner One 对印刷电路板元件进行光学检测，或使用蔡司的 LSM900 Matte 透过共2焦成像进行表面粗糙度和轮廓分析，或使用蔡司 Meriton 对印刷电路板进行非破坏性 X 光检测。最后，蔡司也提供系统计量和品质保证，使用蔡司的 Metroton 进行 X 光电脑断层扫描，针对基座插头的成像量测，或是使用蔡司的 O-Detect 进行印刷电路板的光学量测，随后可以使用蔡司的 Capistol 针对结果进行详细的分析。总之，蔡司提供全方位解决方案，涵盖半导体的每一个关键环节，参与半导体制造多个关键环节，而且这些环节共同的核心都是如何看见、量测，并且理解极其微小而且高度复杂的结构。这个不只依赖单一的技术，而是结合蔡司在光学、精密量测以及显微分析这些领域的专业能力，来协助客户管理日渐复杂的半导体制造流程。这些设备包括光罩的制造、微影的制程、线上的制程分析设备、晶圆、晶片的特性分析和失效分析，以及封装开发和故障分析，甚至元件组装和系统整合，以及计量统计和品质保证。蔡司提供全方位的半导体制程以及检测设备，欢迎大家加入知识力专业社群，你的专属科技顾问。今天我们很简短的和大家介绍蔡司完整的半导体制程以及检测
测设备。大家如果对这些设备有兴趣，别忘了报名 SEMICON 台湾2026到蔡司展览的摊位，亲自参与现场的解说，这样会对蔡司的技术更有感觉哦。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边，大家对于蔡司提供的半导体相关设备有任何问题，欢迎大家发表在影片的下方，我们再来讨论。谢谢大家，晚安，拜拜。